知道有点开始后悔了。有秘密的东西不可以说给大家看的吗？找房子这个绝对不能在脸书上面会被骗。Hello， 我们现在是在坐车。为什么我说国语呢？因为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台湾人。我们现在坐车是去打球，对，就是我们去打羽毛球认识的。你要先介绍一下自己吗？好啊，我叫 Ryan， 然后我从台湾来，然后现在在 UMass 念 PhD。别人都是说在美国读大学好像很好啊，读 PhD 好像很好。那其实有什么好？在美国很容易可以跟从世界各地来的人交流。像我之前在台湾，基本上99%都是台湾人，可能有1-2%是就是有海地来的啊，然后有越南来的，但是就是真的很少很少。但是在美国基本上就都是从各个国家来的人，所以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很多不一样的人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然后他们可能会跟你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然后你们可以去交流这样子。对。你现在是读 CS 吗？CS 的 PhD， 但是我知道你没有读那个 Master。我的概念就是你要先从 undergrad， 然后再读 master 才可以读 PhD。为什么就可以一直？因为其实，在台湾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先念 undergrad， 然后再念 master， 然后再念 PhD。但是在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像是说，大部分人都是 undergrad 念完就去找工作，比较少真的在继续念 master， 因为第一个就是很贵嘛，而且第二个是说，他们这里很多都是你 undergrad 就够了，你不一定说我只收你要 master， 很多公司都是 undergrad 其实就够了，如果你是做 software engineer 的话，所以说master 在这边并不是说一定要，只是可能会有人想说好，那我再进修其他东西，那我就念 master。但是如果是像所以其实是2条完全不同的路。如果你想要做研究，那你就是走 PhD； 然后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学更多，那你可能就是念 Master 就好。所以这2个其实是取向的不一样，它是完全2条不同的 path， 不是说我一定要先做 Master 才能做 PhD 这样子。这是跟在台湾或者是其他在亚洲不太一样的。好，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多话了，大家可能已经很闷了。所以就带大家去 site visit room tour， 去你的办公室。好，这一栋楼就是很多 PhD 学生都坐在这，也有很多老师的办公室在这。看一下密码。Advanced Human Health Analytic Laboratory。啊哈，啊哈。哇，有秘密的东西不可以说给大家看。可能有啊。你看这个是我的桌子啊。然后这个可以上下。哇，很高级。这个是这个还不错。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里面只有4张，5张。后来有其他学生来，今天跟他们讲，明天他们就送来。这个是学校的吗？不是，你自己买的？这个是我自己买。这 Mac 是自己买的？这2个是我自己买的，然后这个是学校老板的。那平常在这里做什么？自己的电脑，对自己的电脑，然后就是连接上面。对，然后你就做 research 啊，一些备忘，然后我学长，然后老板就在这。他坐在这，不就很容易看到你？对啊，所以就要认真哦。对，要认真。
他如果在的话，大家就会匹配一个。然后他如果上去，因为他还有自己一间办公室，他如果上去跟其他人就会有趣，开始玩手机，就是大家开始玩手机，然后可以，这个可以出吗？开始跟其他人聊天。现在我们去，平常你就偷食物进来吗？不是什么偷食物，你听啦，我就有便当盒，然后就会放在这样子，对啊，然后中午就来热便当吃，省钱。我们的学校是在那个 middle of nowhere 啊，这去 Boston 要2个小时，我们现在坐2个小时去 Boston， 然后去 New York 要4个小时。我也没有车，你有啊？有，还好一些。但你要在这里待，你是从台北吗？对啊。那台北也算是一个城市，我大学在新竹啊。大学是在新竹。差不多，没差。不知道新竹小一点，但是就是一个 city 啦。但一定会比这里肯定的。啊，这里不是这比一定会比这里好，对，多活动。对，没错。那刚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应。我刚来的时候啊。我跟我妈从波士顿开车开2个小时来嘛，然后那时候夏天，学校这边几乎因为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这样子，所以夏天、暑假、寒假几乎就没人了，几乎真的就是只剩下 PhD student， 然后几乎没有人。然后那时候来，然后我住的地方也没有路灯，然后那时候9点多天黑。出去完全是摸黑，什么都看不到。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哇，我要在这边待5年，有点不知道有点开始后悔。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其实没人有没人的好处啦，就是你整个生活就是变得很单纯，就是你礼拜1到礼拜5就是去学校啊，然后我晚上会去打球啦，或者是去重训这样，所以其实也没有到说没事做这样子。然后周末的话，可能就是打球啊，或者是做一些课堂的作业啊这样子。所以其实确实是没有什么很多休闲娱乐，但是你也有很多时间是可以自己探索嘛。你刚才经历了什么？啊？我在写字。没有带鞋子，就直接在这里想买一个，现场买鞋子。哇，很丰富啊！谢谢，多谢谢。没有吧？那这里住你觉得怎么样？住在你这边，就是你要找房子不好找。对，找房子这个绝对不能在脸书上面找，会被骗。哦，我有听过，因为我自己就有被骗过。我是2022年来波士顿 visit 3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懂嘛，在脸书上面找，我说哇好便宜哦，然后不是它便宜，但它不是便宜到你会觉得很假那种便宜，这可能行情价1000块，它可能850这样，就觉得这个假的蛮真的这样，然后你就会被骗，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被骗，然后来就发现没有到那个地方，那个什么，他跟我们讲密码锁是几号，然后那个根本就没有密码锁的东西，全部都是钥匙对。然后我们再想回去联络他，就发现被封锁这样子。那怎么办？我们就先找旅馆，就住了1-2天。我们那时候就是疯狂的找
台湾人的群组看有没有人说哦要 sublease 这样，然后很幸运是有找到，然后更幸运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说跟那个原本那个人做交易都是用 PayPal， 然后我们就联络那个 PayPal 总公司，他讲说我们被骗，他还把钱退回来给我们，所以其实没有损失的，因为没有到损失惨重。如果有人会想要读 PhD 或者 Master 在美国，有没有什么 advice？ 我觉得你要很清楚知道你想要干嘛，因为这两条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Master 跟 PhD 是完全不一样的路，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想干嘛。然后，如果你只是想说，好，我想要多学点更进阶的东西，我想多认识一些其他人，然后那你可能就是 Master 就够了。但是你如果说好，那我就是想做 research， 那就根本就连 Master 都不用考虑，对，直接去申请 PhD 这样子，对啊，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真的不一样，所以自己考虑就是你要考虑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你再做决定这样子。